这里是休宁的木梨红。昨天晚上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啊，属于荒郊野外，伸手不见五指晚上。这些人都是从上面下来的，然后包当地人的车上下往返。我居然胆子那么大，把我的车开上来了。得亏昨天没有把车停在这里，的确是停不下啊。木梨红云端上的村落它根本这就是所谓的停车场了。我大车确实够呛OK 要往上走，因为这个村子在山尖尖上这里有个照片西递红村当然有名了，但是这个木梨红更有特点，因为它是在一个三面悬空的一个山尖尖上建的。据说当年呢，这里的人呢姓桓现在改姓詹。为什么姓桓改了姓詹呢？因为当时据说这个村子的人是犯了事儿犯了案子，逃亡到这里来的。否则你想一想，正常的人不会选在这个地方住，对不对？远离城市，在山尖尖上，是因为他犯了事儿躲避风头，跑到这里来住。人不多了，一共才几十户人，100多人口。那么我也很好奇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可是呢查了很长时间查不到他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可能他们的祖辈也不想让子孙知道吧，比较忌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有人知道的吧。是在明朝的时候犯的事儿，具体什么事儿可能老一辈人还是知道的，只是不说而已。村子里的村民现在以开客栈为生了。你看，这还有挑着客人行李的。您这挑一趟这多少钱？没工夫搭理我。OK。昨天晚上我停在那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人问房子多少钱，可能已经到晚上了，没什么客人了。一个特价160标间就是农家的这种房子改的客栈吧。想起那个名句了，环滁皆山也。还有很多毛竹，也有松树。我现在是在一个农家乐的平台上。看见对面是有这个观景台的那个位置。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子了，全都是干民宿的，一般都包吃了，包吃包住，这个样子。当年住在这里，该多没有意思。湿气肯定很重，因为它常年云雾嘛。这里是黄山的100家摄影点之一，木梨红村木梨红村。可惜的是呢，没有云海那么它有云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的。有点遗憾没有关系了好在至少还能看清这个村子长什么样。让我想起了贵州的高调，也是住在高高的山尖上三面悬空应该讲三面悬空。如果不是祖上犯事儿，我估计他们不会住在这里来。也有点像恩施的木鱼寨也是为了躲避战乱把自己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虽然说没有看见云海但这里有一张照片，可以感受一下它有云的时候什么样子。看到了吧？它有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很美？而且这个墙还有点黄色，我怀疑它是在夕阳的时候拍的。这是最美的时候的茉莉红。好啊，在离开这个茉莉红之前，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我跟一个老人谈了谈啊，当时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老人倒没有避讳啊，他说他们祖上呢姓桓，然后有一个人呢他是高官啊，在皇帝左右，犯了欺君之罪啊，或者说叫谋反之罪啊，谋逆之罪，想当皇帝啊，然后败露了以后呢，他还好，比较聪明，逃出来了啊，从这个他们是江西舞阳县人啊，从那边跑到这里来啊，有了这个茉莉红村。当时这个地方其实并不穷啊，因为它这里有毛竹有树，还可以种茶叶啊，其实并不穷。所以呢，后来把这个为了避这个祸啊，把这个环姓改成了詹姓，是这么一个回事啊。OK 啊，现在就准备离开茉莉红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航拍的镜头啊，从空中看茉莉红村。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